是你如果团队很大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考虑到是越多篇越好，而且越多篇的话呢，它的代表性会越大。文章收纳的数量越多越好吗？是越多越好。越多的时候，其实你会面临到2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你自己一人之力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统整起来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太多的话，代表说这样的主题可能没有人写过，要不然就是要速度很快。可是以1人公司为例，为什么会选择5篇到10篇？因为5篇到10篇的话，代表是这样子的一个领域，其实是个 emerging， 大家对这个开始有兴趣，然后有些人开始做这方面的这个临床实验，你在投稿的时候也会比较顺利。但是你如果团队很大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考虑到是越多篇越好，而且越多篇的话呢，它的代表性会越大。越多篇的话，你会发现到你的介入的部分就不是那么单纯，有可能是介入 A， 介入 A 加 B 啊，介入 A 加 C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用到网络统合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方式，这个论文书我们都有不同的做法。